欢迎收看第11577期北京不敬业啊！今天我们先从一个大新闻聊起啊，发生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城市，是吧？一天左右的时间，有超过5万人从摩洛哥方向涌进来。那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了：西班牙为什么没能守住自己的国门呢？那欧洲这个申根区啊，其他这些国家要不要恢复边境检查？那有一些国家已经宣布了，是吧？那以及最终这些摩洛哥人能不能留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不用太过操心啊，因为它有制度保证，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更让大家操心的是同一时间发生在中国的另一件事啊，就是中国公布了一个新的叫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那这个新的规定啊，一共19条，将于2026年9月15日正式施行。那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地球的两端啊，人们几乎同时面对了2个方向完全相反的问题。在西班牙休达，人们问的是外面的人凭什么能进来？那在中国呢，很多人开始担心的是里面的人还能不能出去同样是一道国门对一群人而言是拼命想要冲进去的一个入口，但是对在中国的人而言呢，它却可能逐渐成为你必须获得批准才有资格通过的出口所以当然今天我不想逐条的去介绍这部新规我很多人做过这样的节目了，我更想通过这件事儿聊一个更深更大的问题就究竟是人民选择国家还是国家选择人民？我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权利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那现在讲国门是什么，对吧？我们平时说到国门总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应当存在的事物，好像每个国家都有边界，每个国家都可以决定谁能进来这好像没什么可争议的，对吧？那比如一个人想要进入西班牙，那他实际上是在要求西班牙接受他的存在因为他有可能在那里生活、工作使用这些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取得国籍。那所以因此西班牙当然有权利去制定条件，对吧？决定谁可以加入到这个政治共同体来，这就是入境管理嘛。但是出境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通常就是不再要求原来这个国家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资源了，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再要求你安排我的生活了我也不需要你为我的选择负责任，我只是想离开。那问题就来了，一个国家你凭什么阻止自己的公民离开呢？你不让一个陌生人进入，对吧？是国家在选择谁可以加入他，但是你不让一个公民离开，那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国家在宣称说，即使你不愿意留下来，但是你仍然属于我。这是2种边境管制，对吧？都发生在海关，都需要护照，都是由这个穿制服的人在执行，但是政治性质完全不同。入境管制保护的是这个共同体的边界，但是出境管制，那你涉及到的可能是国家对人怎么看，对自己的人民是一种所有权。那其实我们经常会谈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投票权这些基本人权，但是有一项呢是很少有人单独把它提出来去说的但其实呢比刚才我说的这些自由更加根本，叫退出权什么叫退出权很简单，就是你比如说一家公司不好，你可以辞职嘛；一个学校不好，你可以退学转学，是吧？一个城市不适合你，你就搬走一个组织背叛了你的价值，那你可以退出，对吧？那好，如果一个国家不好呢，你能不能离开？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明确提出，每个人都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也有权返回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这项权利如此重要？因为一个制度真正如何看待人，就不只体现在说它允许人民做什么，也体现在它是否允许人民拒绝它。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你离开，那他至少承认了说国家与公民之间不是一种终身不可解除的所有关系你可以不认同它，你可以拒绝他提供的生活，你可以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但是如果你不能离开，
那么其他的那些自由都会发生变化。这国家不再需要真正的说服你留下来它不需要这个国家政府去努力让你愿意留下来。他怎么做呢？他只需要提高你离开的成本，对吧？一个能够自由退出的社会，那你政府就必须依靠制度、生活品质和公信力来留住人，对吧？那一个不能自由退出的社会，政府就可以靠护照、边检、名单、行政命令把人强行的留下来。那前者靠的是什么？吸引力。那后者靠的是什么？控制力。那当然了，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国门从来其实都没有消失过。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么长的历史，中共一共就只签发了大约21万本普通护照，就平均每年大约7000本。对于中国这种人口级别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就忽略不计了嘛。那是不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很穷，出不起国呢？也不完全是，对吧？那更重要的原因是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就是出国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生选项，在当时。那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后来在回顾中国出入境政策的时候，也把那个阶段称作出国限制时期就中国有一段叫出国限制时期那现在貌似又要回来了，是吧？那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的转向叫逐步放宽。那官方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对吧？刚才说了，共签发普通护照约21万本那么多年但是后来仅2018年1年普通护照签发量就超过了3000万本，这是什么体量，对吧？20多年只发了21万本，这边1年就发了3000多万本。这就说明改革开放不只是让中国人吃得更好了，穿得更好挣更多钱，对吧？实际上是把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这个退出权就是离开的这种可能，逐渐的还给了每一个中国人你看后续那中国人就开始留学、旅游探亲、移民到海外工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就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不必全部的发生在那同一块土地上，对吧？那慢慢的那一代人也就是有一种感觉了，就是护照是我自己的我买了机票我就可以离开，对吧？你这个所谓的国门海关，你只是负责检查一下我的证件，你不用负责决定我的命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一部新规提醒了所有的人，就是那一道门它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拆掉它只是这改革开放几十年打开的足够久了，让很多人忘了它的存在了，对吧？所以你说中国它承认了人民本来就拥有离开的权利吗？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承认，它只是在那一段历史阶段认为让人民出去不管是留学还是谋生还是做生意符合国家的发展需要而已。这是两套逻辑，对吧？结果完全不同。因为如果出境是一项权利的话，它就不应该因为国家突然感到焦虑就被任意收回嘛，因为它是人的基本权利。那如果按照其实中共的逻辑出境只是一项政策许可，那当国家认为人口资本技术或者信息流动不再符合它的利益的时候，门当然就可以关小一点，甚至完全关闭。好，我们讲讲这部新规究竟改变了什么。首先我们得说它并不是宣布说中国马上就闭关锁国了，是吧？没有，也没有说停止说不给你办护照了取消国际航班，都没有，对吧？那么因为中国原有的法律就规定了中国公民出境的时候要向边检交验护照，然后经过这个准许才可以出境，对吧？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刑事案件嫌疑人未履行完毕的这个刑罚者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等等，这些有关部门可以决定不让他出境，对吧？这原本就有法律法规限制这个事情。但是这一部新规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些原本分散的概括的甚至相对隐藏的这种权利组装在一起了
组装成了一套更具体的一个行政程序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这是一道国门其实从49年开始就存在，但是这道新规呢，等于给这个门上了一个更先进的锁监控器、资料系统、执行机制全都武装到牙齿了。那我们看看有这么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它不只审查你是谁，它也要审查你为什么要走。新规的第3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或者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移民管理机构和签证机关在核实身份与申请事由时，可以询问相关情况，并要求当事人提供文件、资料以及电子数据等信息。那如果提供虚假材料或者做出虚假陈述有关机关可以不签发证件或者直接不准出境入境。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说这个国家要打击假材料这当然虚假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这没什么问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出境审查的重点就可能从你的证件是否有效，就延伸到你的出境目的是否得到行政机关的认可。那以前普通人理解的，我这个边检的方式很简单，对吧？就我是谁，我这护照是否有效，签证是否有效。现在进一步了你为什么要出去？你的理由是不是真实的？谁邀请你的相关的材料被验证过了吗？你能不能提交与你这个理由相符的一些电子数据？那有人看到电子数据立刻觉得就说是边检可以随便的查你的这个手机上的聊天记录、邮件、照片什么的。目前还不能完全下这个结论，对吧？因为条文里并没有写说出境者必须解锁手机也没有去具体的界定什么叫电子数据这个范围。那可能指很多东西你比如一些电子版的邀请函、录取通知书、你的行程资料、你的资金证明，这些都是电子数据。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对吧？因为你的条文没有明确划定这个界限，所以你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会执行到哪一步，对不对？什么叫核实出境事由？那你一次普通的出国旅行，你要证明到什么程度你探亲你要提供哪些关系材料呢？你留学的话，资金从哪里来？这会不会成为审查内容，对吧？你的境外联络人是不是也变成核实对象了？这些新规都没有回答，但是正因为没有回答，所以它提供了特别广泛的这种制度接口，对吧？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国门其实不只是在机场的那个海关，不只是这样，就是当你去做什么申请表电子文件中介材料就在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国境这个国门就从一个物理的边界这可能变成一整套数据系统。好，那第二个变化，谁有权让你走不了，对吧？第4条说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入境证件或者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在处罚执行完毕后6个月至3年内不准其出境。其次，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这个经驻外机构核实后由其境内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其回国后6个月至3年内不准出境。再次，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那这里就得讲清楚了，条文没有说你是芯片专家、人工智能人才或者科研人员才会被直接扣下，对吧？它的前提是说你违反出口管制等等这些规定，并且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或者技术安全。大家注意这个区别条文里也没有说你一个人你在境外你批评了中国政府，那我就一定禁止你，就如果你回来了我禁止你再出去。他没这么写，他写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但是你即便把这些完整条件都讲出来了，那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要问的，对吧？就是第一，你什么行为算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呢？那什么程度算可能危害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呢？就这一切谁来做出判断，对不对？你的这个东西你要不要事先经过法院的审判呢？
那我们现在从条文上来看，那做出说谁谁谁我不准你出境是吧？谁能做出这个决定？不只是法院，对吧？你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也可以啊，商务等主管部门也可以，甚至特定情况下，省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做出这个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因为限制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啊，本质上是在限制一项非常重大的基本自由。那么这项权利啊，其实应当是由司法机关经过公开的程序啊，你得有证据审查啊，还得匹配一些救济的机制，加在一起才能够行使，就剥夺人这么大的一个权利啊。那但是现在你看，根据国家安全啊、发展的利益、产业安全，就通过这些判断，就直接可以做出这个决定了。这才是应该值得讨论的核心。那好，第三个变化就是这个国门啊，在你不知道情况下关上。这新规的第6条啊，规定就是决定这个机关啊，原则上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啊，不准出境的事由、理由、依据和这个救济途径。好，我们看到这儿觉得不错啊，这个程序还算完整是吧？原则上你应该书面告知，但是接下来还有一句啊，如果告知当事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可以不告知当事人啊。等到移民管理机构实际执行不准出境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啊，再按照决定机关通知的内容告知本人，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具有荒诞感的场景，对吧？就一个人你在中国正常的生活工作，你也没收到法院传票，没有收到任何的行政通知，对吧？你想出国了，你就买机票、订酒店、收拾行李啊，跟亲友告别。好，直到你到了机场，把护照递进这个边检的柜台，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电脑，然后说你不能走。你在那一刻，你才第一次知道，就是你自己的这国门早就被关上了，对吧？这不是说有人拿着枪在那儿阻止你，因为你根本就看不到那扇门，就是系统里的一行字，而且你甚至都不知道，就是你在去机场之前，这行字就存在。就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控制方式，对吧？你想想我们传统的国门是什么啊？就这个西班牙休达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着新闻，对吧？有城墙啊，或铁丝网啊，有守卫啊，对吧？有物理的限制啊，山呀海呀。但现在的国门，中国这条国门，它只需要一个全国联网的数据库。中国现行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啊，早已要求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有关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所以当不同的部门啊，它都能够把这个决定传送到这个同一套边检系统的时候，那这就是一整张行政网络了，这个国门。好，第4个变化，中介也正在成为这个国门的一部分啊。新规里面有大量的篇幅啊，用来管理出入境的中介的，就从事相关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的机构与人员需要进行备案啊。那新设立的中介机构应当在设立后15日内向所在地移民管理机构备案啊。那在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相关服务的，应当在新规施行后90日内完成备案啊，就是完全管理起来。那规定还要求中介啊建立人员管理、教育培训、资料保存、数据安全和合规管理制度啊。境外的企业与机构不得直接在中国境内提供相关中介服务。那官方的解释是说啊，这有助于整治虚假宣传、伪造材料啊、欺诈收费以及中介以及这个非法移民团伙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都存在，对吧？你规范中介本身也有合理性，但是中介制度的这个政治意义，对吧？你不只在于打击骗子，你还意味着这国门正在延伸呀。那以前你一个人是吧，就是在这些地方，就决定了，但是现在你从移民中介、你留学代办啊、证件服务机构，你从这里开始就已经被纳入这个国门了，对吧？他们就不再只是这个市场中的一个服务者了，就这些中介，对吧？他们就成为了整个中共这套行政系统收集信息、辨认风险啊和阻断申请的一个前置的节点。就国家都不用等到你去到机场的时候啊，才不许你离开，对吧？你第一次向中介询问
的时候，这个系统其实就已经开始运转了。那讲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一些人在讨论啊，就是说在中国和老挝的那个边境地区，其实存在一种就是边境出游啊，团体游的这么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特别有意思，它不需要你有护照啊，有一种是需要你用护照的啊，它这种还有一种呢是你用身份证就可以了，等于是你找一个旅行社啊，他会给你去办理这个一个专门的出入境通行证。那就是你从中国你可以去老挝去玩了啊，玩几天，他会带你到比如说像琅勃拉邦这种城市啊，好，你在那个城市你可以玩几天，然后再回来，完全不用护照，对吧？那很多人就理解说，那这是不是一条逃离中国的一条缝隙呢？但其实也不完全是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国门，就是你虽然不需要护照啊，但是你需要在旅行社组团，对吧？你的身份资料要提交上去，你还需要有通行证，指定的行程活动，对不对？你要经过中国的边界，你还必须得回来呀，按照这个团队，因为你不回来，你等于在老挝也是犯罪，对吧？你只是绕过的是护照这么一个小本本啊，你并没有绕过这个国家的许可，所以这个并不完全是一个可以逃出去的缝隙，对吧？那只是这扇门换了个名字而已。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这国家完全还是掌握着这些信息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整个这个国门变成了一套数据库。好，那我们再说回到休达这个事儿啊，你想想那些进入休达的人啊，其实很多人他也并不完全了解西班牙的法律是什么样，对吧？欧盟的这个政治制度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啊，这些摩洛哥人觉得我跨过那条线，我的生活可能就会不一样，对吧？这是一种很直接的政治选择呀。对，他们没有选票来选择西班牙，对吧？他们是用自己的身体、用脚、用生命在选择一个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经常说的用脚投票嘛，对吧？但是反过来，国家也在选择人民啊。那你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也得判断，对吧？你是不是符合这个庇护条件啊？你是不是能够获得居留，还是你必须要遣返？就所有的国家都要做出这种选择。那问题就在于，国家选择人民的权利应该发生在入口，对吧？而不是出口。就你一个国家当然可以说了，就是你不是我的公民，对吧？我没有义务非得放你进来。但是你不能对已经是你自己的公民说，因为你是我的公民，所以我不允许你离开，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休达是国家在选择谁可以进来，那中国这个新规是什么？是我系统性的告诉你啊，谁谁谁必须留下，这是完全两种差别，对吧？我觉得改革开放啊，我们讲这个事情。当时很自由是吧？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可能还不完全是这个财富的创作啊，而是说我刚才说的这种退出权啊，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吧？中国人其实真的获得了这种退出的可能性，你可以离开中国啊，去外国读书，去别的国家工作，甚至移民，你可以跟整个的外部世界建立真实的联系。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说中国人你可以出去看风景啊、购物啊、挣外币，不是，它等于改变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对吧？就是当人民你不能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会垄断你的一生啊，你的工作、教育、住房，这个未来，你的人生完全是在它这个制度之内。但是当人民可以自由离开一个国家的时候，那国家第一次需要面对的是一种真正的竞争了，对不对？这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你不只是要跟自己的过去去比较，你还得是平行的去跟其他国家的制度去比较。就如果你自己这国家治理不好，那人就会走嘛，对吧？不止人会走啊，你国家治理的不好，资本也会走，企业也会走，是吧？那普通人就是用脚来投票的嘛。所以人如果有他自己这个退出权，这就是一种制衡，对吧？它当然不能代替选举啊，也不能代替言论自由，但它保留住了最后一个权利嘛，就是我无法改变你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但是我可以拒绝把我的余生继续交给你。所以正因为如此，所有这个缺乏制度制衡的政权都会天然警惕人们的这种退出权，对吧？因为一个人的离开，
他不只是把他这个劳动力带走了，是吧？还有财产，还有他的技术啊，全都带走了。而且，他还是一次对这个国家公开的否定。就任何的离开中国的人，他都是一种对这个中国的否定嘛。我用我的选择来证明，就是你这个国家提供给我的生活不足以让我留下来。一个国家你留住你的人有2种方法，对吧？那你想留住人当然没有错了，对吧？你没有人哪还有国家呢？你所有国家都希望留住这些人才啊、资本啊、企业啊、年轻人什么，对吧？但是2种方式，对吧？第一种方式就是你把你自己这国家建设的更公平，对吧？你让你这个司法更可信啊，让人们的这个财产更安全啊，人有说话的自由，让普通的人能看见未来。那这样人们会自愿的留下来。当然了，还有第2种方式，可以把人留下来，强制的，对吧？我限制你的资金流动，控制你的海外身份啊，管理这些中介，我扩大这个行政的这些名单啊，不让你出境啊，增加这个审查，最后就会让这个离开啊变得越来越麻烦啊，成本越来越高，甚至就不可能。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吧？第一种是在提高自己的吸引力，第2种是在提高人们离开的成本。所以我觉得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信啊，中国人经常说自己很自信，是吧？这只是宣传，你真正的自信是要看啊，你面对那些想要离开的人的时候，一个自信的国家会说你走吧，可以随便啊，自由的离开，对吧？但我相信我做得很好，我值得你留下来。当然我们看到中国是什么？一个非常不自信的政权啊，他说的什么？说你必须留下，因为你离开了证明我失败了，所以你必须留下来，好像我是成功的。当然留下来还有更多的意义了，对吧？那我想说，我们现在能不能下结论说这个新规啊，就意味着中国马上就要全面的闭关锁国了？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出入境人次啊，还是创下历史新高了，达到3.69亿人次，对吧？去年2025年全年啊，出入境人次接近7亿人，所以中国今天与这个世界的这些经济人员、产业的这种联系啊，远远超过毛泽东那个时代，所以不太可能啊，一夜之间的就又回到过去那种限制出境的时代了。这你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对吧？所以9月15日啊，这个新规施行的，不是一个有人说这叫闭关锁国日啊，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呢，也没有证据表明，就说。有人说这最后还有45天啊，是最后的出来的这个窗口期啊，不能这么武断的说啊。但是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就是历史的这种倒退，它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对吧？你很少有政权说宣布啊，我们宣布明天开始你们就失去自由了，没有人这么宣布，对吧？它都是一点一点的建立这个封闭的制度。啊，我增加一些接口啊，我扩大这个违法的定义啊，我完善我这个数据库啊，对吧？把中介也纳入进来，一点一点的去抓你们的数据，对吧？然后让这些真正的行政执法部门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啊，就一点一点的加。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规真正值得警惕的，就不是说它到底马上9月15号它能拦住多少人，而是说呢，它让未来啊。的这个中共啊，在政治、经济甚至一个战争危机之中，他通过这个新规呢，拥有了一套更加完整的这个关门的工具啊。你平时啊，可能只影响极少数的人啊，但是它这个使用的范围啊，怎么解释它，完全取决于这个掌权的人在未来打算怎么使用它，对吧？很多人就说啊，我不是公职人员。我也不是这些科技专家啊，我也没涉及这些出口管制什么，我也没有刑事案件，好像这个事儿跟我就无关了，是吗？你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吗？我们这得说清楚啊，就是我觉得政治权利啊，这是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的。之所以重要，不是说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到这个政治权利，就跟吃饭一样，不是，而是因为你不能永远的确定，就是你永远不会用到它，对吧？因为你迟早有一天有可能会用到的，所以你不能丧失这个政治权利。你不能说今天跟我无关，我就不关心未来了。那普通人不是一个由你自己定义
的一个永久的身份。有的人就说啊，我就是一普通人，我就是一平常人，这是你自己定义的。但是这个东西不由你自己定义，就是政策、政治环境、安全概念啊，这些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今天你是普通人，明天你就可以给你扣一个帽子，你就是掌握敏感技术的人，你就是被调查的人啊，你就是某个案件的关联人，你就是某个行政决定的对象，对吧？或者你就是冤打错案，把你错误的放到这个名单上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每个中国人你都应该关心这个事儿，对吧？就是一个能够限制公民离开国家的这么一个权利，它应不应该受到约束？你应不应该有更清晰的标准？这个新规是不够清晰的，对不对？而且这些决定啊，不准你走，你是不是应该由法院来做出这个决定，对不对？而不是一个行政机构就可以决定了。所以国家安全这4个字根本就不能够成为我省略这些程序的理由啊！所谓什么发展利益，你也不能够去限制个人的流动，因为今天他用这个东西限制你，对吧？明天他就可以限制更多人，到最后所有人的这个自由的边界。那我觉得最后呢，还是想说回到休达啊，你看在休达数万人啊，朝着那个边境啊奔跑游过去。那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就我跨过去，命运有可能改变嘛，对吧？甚至有人死在海里啊。有的人到了休达才发现，那你几万人到了一个这么一小镇，你没有足够的食物啊，也没有给你的住处，对吧？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现在很多人又回去了，又回到摩洛哥了。所以你跨过这个国门就不一定保证幸福的，是吧？你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但是呢，我觉得人呢有选择另一种生活的这种冲动吧，啊，也有这种权利，对不对？那好，中国会不会回到毛泽东那种时代？不敢断言啊。但是这个规定，就是说未来会不会广泛的用来限制普通人出境啊？这个也要看具体怎么执行。但是它的出现存在，重新提醒了我们，就是中国人的出境自由，就也许啊，从来都没有完成说从政策许可到真正是人的天然权利的这种转变，对吧？很多人改革开放给人了一个误区啊，一个幻觉，觉得好像这扇门已经被拆掉了，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我觉得9月15号以后啊，那么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说，一个人啊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究竟需不需要首先向国家证明说他有资格获得这种自由？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个中国人要想的问题，对吧？究竟是人民选择国家，还是国家选择人民？我觉得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啊，你要创造一种让人民愿意留下来的这种社会和生活，对吧？现在是什么？完全反过来，现在是建立一套让人民无法离开的制度和法规。所以这个国门这种东西啊，最荒诞的地方就是，就中国的国门啊，让中国人就是很多中国人还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直到你有一天你走到这个门前啊，我说的不只是机场的海关啊，你走到门前发现出不去啊，不只是，你可能询问一个中介的时候，你就已经被纳入到这个系统化的这个数据库这个国门里了，对吧？就是有一天你终于发现你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啊，你只是这个国家这个政权不允许你离开，不允许你带走的这么一份财产啊，你就是一个这个党国的资产而已，你就不是人。好，今天就聊这么多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